喵呜5分钟。一般来说，胀起的罐头意味着里面的食物已经变质，而对于鲱鱼罐头，发胀的状态才是它的正常形态。为什么呢？在每年春季，瑞典渔夫捕获鲱鱼后，经过用盐水浸泡，去除头部和大部分内脏的鲱鱼，用淡盐水发酵一段时间后，会被装入罐头中继续发酵。鲱鱼发酵的过程会产生二氧化碳以及其余9种带气味的气体，是鲱鱼罐头散发刺鼻气味的原因。密封的罐头使气体无法释放，于是罐头就会被慢慢的撑了起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买到的都是已经发酵了半年左右的罐头。罐头储存的时间越久，内部已经产生的气体就会越多，罐头的外观看起来就会越发胀。对于一些航空公司禁止携带鲱鱼罐头上机舱的说法，原因大概是为了避免当气压发生变化时，原本内部压力已经比较大的鲱鱼罐头会发生爆裂，导致恶臭四散的意外。不要以为这些担忧是夸张的，在2014年的时候，瑞典北部一个小村庄的一间储存有上千罐鲱鱼罐头的船屋发生了火灾，气压的变化让罐头不断炸裂，过程中罐头内的气体不单助长了火焰，臭翻天的烟鲱鱼更是在火场内无限喷射，甚至波及到周边的房舍。这场火灾用了整整6个小时才得以扑灭。然而烟鲱鱼顽固的臭味也是像火灾留下的阴影一样挥之不去。回到关于如何开启鲱鱼罐头的话题，已经了解了鲱鱼罐头是带有大量刺激性气体，开启时是会有汁液喷射风险的情况后，如果要做到优雅的开启鲱鱼罐头，可以参考以下方法。使用前，先把罐头放置于冰箱中冷却几个小时，以降低罐头内气压，减少喷射风险。如非必要，不要在室内开启，要在室外通风的地方开罐。可以准备一盆饮用水，把罐头浸泡在水中慢慢开启，并同时清洗鲱鱼做食用准备。一般来说，鲱鱼罐头的保质期在3到4年左右。除了考虑气体让罐头越来越膨胀的因素外，发酵的过程会令鱼肉的蛋白质分解，所以时间越久的鲱鱼罐头，鱼肉的质地会变得越绵软，甚至有融化的可能性。当然，味道也是会越浓烈，所以鲱鱼罐头还是新鲜食用比较好。说了这么多，怎么看都觉得鲱鱼罐头是一种地狱食品。然而让人惊奇的是，罐头内淡盐水的发酵环境令诸如粪臭素、吲哚、腐胺、尸胺等肉类腐败时产生的元素不会出现。另外，沙门氏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等对人体有害的菌群，在对鲱鱼罐头的检测中也是零发现。烟鲱鱼含有11.8%蛋白质、8.8%盐分、3.8%脂肪，以及 Omega-3 脂肪酸、维生素 D 和以钙质为主的矿物质，其实是营养丰富的食品呢。虽是这么说，但哪怕是来自鲱鱼罐头故乡的瑞典人，也不是每一个都能接受它。当然，这样也丝毫不妨碍喜爱它的人对它继续喜爱。吃鲱鱼罐头在瑞典是一项社交活动，要吃罐头的时候会叫上亲朋好友来一起品尝。瑞典依然保留着每年8月第3个星期四来作为当年捕获制成的新鲜鲱鱼罐头开售时间的传统。北部的城市每年这个时间都会举行鲱鱼罐头的节庆活动。对于那些热爱鲱鱼罐头的瑞典人，这个节日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圣诞节相提并论。家人朋友相聚一起开罐的瞬间，满满洋溢的是一种臭味四散但十分满足的幸福感啊！除却鲱鱼罐头浓烈的气味，如果搭配上正确的吃法，例如和土豆、洋葱碎、芝士配上薄饼做成三明治或卷饼，按照喜爱鲱鱼罐头的人的说法，会认为烟鲱鱼是一种咸鲜的人间美味。本地人食用烟鲱鱼的时候，很常会配上一种叫 Aquavit 的北欧传统烈酒。对于第一次尝试鲱鱼罐头的新手，来一口烟鲱鱼大餐，再来一口烈酒，应该会比较容易撑过去吧。Lycka till， 祝你好运吧！